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为新剧扫楼，一袭红裙美得太精致，和郑业成同框莫名很搭。谭松韵携手郑业成、陈小云等主演的古装经商剧《蜀锦人家》，虽然在开播后意外有些遇冷，不论是口碑又或者是热度都有点低于预期。但有一说一，这主要是因为前期的剧情不够精彩所致，诸多有些刻意和老套的桥段显然是无法得到所有观众的认可的。不过作为酷在12月档期中力推的剧集，不论是剧方又或者是平台，自然也是会加大宣传力度。就比如谭松韵、郑业成以及陈小云等主创在近日就合体进行了扫楼直播活动，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给《蜀锦人家》带来了更多的热度。直播扫楼当天，谭松韵的多套穿搭都很出圈，尤其是其中身着一袭红色吊带长裙，头发也用红色丝巾扎成了马尾的造型，可以说是美得过于的精致。整体的造型不仅甜美度依旧，而且谭松韵在长裙的映衬下，身材也是更显苗条，那种淡淡的成熟韵味更是让人十分惊喜。郑业成则是一身黑色宽松西装，尽显型男气场。两人在现场也是进行了多轮的互动，时而搂腰环抱重现剧中的名场面，时而玩游戏时各种甜蜜贴贴，画面可以说是非常唯美好看。红裙谭松韵和西装郑业成，那种色彩上的反差感以及绝佳的身高差，在同框时真的是将恋爱给具象化了，竟然有一种莫名的般配感。有不少网友表示，在有着场外如此高的 CP 感加持下，《蜀锦人家》里两人的对手戏仿佛也变得更好看、更甜了。不得不说，现如今的谭松韵真的是越发的有气质，并且仿佛和谁都能有足够的 CP 感，这份和谁都很搭的特质，也真的是90花中独一份了。言归正传，从谭松韵和郑业成近期频繁合体宣传来看，两人对于《蜀锦人家》都非常的重视。毕竟对于谭松韵而言，这是她继《锦心似玉》后时隔4年播出的又一部古装女主剧，在竞争激烈的90花圈层中，谭松韵无疑是需要《蜀锦人家》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气和影响力的。而对于郑业成来说，更是非常需要《蜀锦人家》的剧集红利。出道多年，郑业成虽然也有不少出圈作品，但个人的热度和人气始终没能有更大的突破。此番能携手谭松韵出演《蜀锦人家》，显然是郑业成一举迎来新事业篇章的好机会。只不过从目前《蜀锦人家》的播出效果而言，或还欠缺了几分火爆出圈的特质。纵使谭松韵的古装造型绝美，演技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郑业成的表现更是远超预期，再加上陈小云、京超等配角也是有着稳定的发挥，但受累于前期没有那么精彩的剧情，跌出全网前5的热度，一般的口碑评价却仍让《蜀锦人家》的处境有些尴尬。但好在《蜀锦人家》原本就是一部有着清晰女主成长线的经商剧，在后续的剧情精彩度提升上来后，就凭借着谭松韵和郑业成在戏外如此高的般配度，剧集的整体热度和口碑或也能一举逆转颓势，仍有望成为12月档期中最火爆的唐风古装经商剧。2. 谭松韵《蜀锦人家》播出未达预期，大女主剧应该怎么拍？谭松韵属于非常有观众缘的演员，出演的作品《最好的我们》《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等知名度都极高，因此其作品《蜀锦人家》在未播出之前就被寄予厚望，但从目前播出情况上未达预期，在2024年12月2日云和播放量上看市场占有率低且评级未出。其实《蜀锦人家》未达预期是有迹可循的。1. 剧情套路化严重，《蜀锦人家》走的是大女主模板，
开局女主家破人亡，女主在逆境中成长。这样看开头就猜到结局的剧情，缺乏新鲜感和吸引力。比如作为女主的季英英因父亲之初顶级属红而被害惨死，哥哥不够争气，自强不妥协的她担起家族重任，屡见不鲜的剧情，观众已经看腻了，逻辑不通。目前播出的剧情里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比如女主的父亲因为掌握了重要染色秘方才被害，朝廷却没有逼问这个配方就让其死去，之后其家人依旧可以毫发无伤地活着，只是稍微穷了点。故事情节突兀，男主杨静兰和女主季英英是多年未见的青梅竹马，一见面就共骑一马，没有丝毫犹豫与回忆，就想起了对方，缺乏铺垫。且在遇见困难时，女主身上总是凭借着主角光环化解，且其他人对她的冒犯行为没有追责，显然不符合故事正常发展。2. 人物演绎，主角演绎未达预期。谭松韵娃娃脸在很多角色里占优势，但在蜀锦人家里，她饰演的季英英应是聪明且坚韧的形象，但谭松韵更多地展现了人物的咋咋呼呼、古灵精怪的一面，减少了人物的深度。配角反而出彩，主角失利反而突出了配角的出彩。如陈小云饰演的泼辣酒馆老板玉玲珑，她的表演非常自然流畅，没有套路化，在主角衬托下更出圈。当然，蜀锦人家女主的青梅竹马赵修元出现 AI 换脸，也影响了观剧体验， CP 感有限。蜀锦人家是大女主剧，女主的成长就包括了感情，谭松韵与郑业成的 CP 感非常弱，互动显得很生硬且牵强，少了拉扯感。两人长相和演技都是有的，但偏偏就像各演各的，互不相干，给不了观众想要的那种 CP 感。3. 大女主应该怎么拍？观众已对套路化的大女主免疫，究竟大女主应该怎么？导演编剧们别忘了借鉴好剧，做到下面几点就成功了一大半。独立的人格，大女主首先是需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在困境时凭借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而非依托他人。如《甄嬛传》的甄嬛，她成长为心机深沉的太后，并非依赖男人，而是依靠着自己的谋略步步为营。有深度的情感世界，大女主的情感不局限于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等，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胜明兰》，对祖母的亲情推动了她在侯府谨慎行事，维护家族的尊严的行为，与闺蜜的友情也体现了她的善良与仗义。对爱情的态度，白月光爱而不得那就不要了，对与自己共度一生的人保留底线，从未失去自我。人物成长弧线，大女主的起点都是比较低的，比如可能出身低微，遭遇不幸或者身处困境，比如花千骨的女主，起初就只是单纯善良、不谙世事的少女，在成长路上被人歧视、欺负，但她有着一颗善良的心，这个起点让她成长的基石。大女主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经历磨难，实现从弱小到强大的蜕变，这种蜕变不局限于人物本色的底色，而是变得更强大，如《延禧攻略》的魏璎珞，从小宫女到掌控后宫的贵妃，自然甄嬛也是如此。可见蜀锦人家在剧情和人物演绎上都存在问题，这种大女主剧如果没有了解观众的喜好，没有考虑充分情况下，建议先不要拍，以免又扑了。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欢迎私信留言，我们一起交流。